先请问我们台上的5位的语坛人哦，他们的第一本读到大师的书是哪一本书？那么也请他们谈一谈这一本书带给他什么样子的记忆。那我们先请满谦法师，我们语坛人，还有我们所有的爱书人，大家吉祥。我好像每次都是抽到第一炮哈。我跟师父呢，我最先读师父的书就是这一本《释迦牟尼佛传》，长虹畅销书。那为什么这一本书影响这么大呢？我们知道佛陀时代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有阶级划分的一个时代。但是从师父写的这一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佛陀呢是非常人间性的，他走入人间。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他有父母他有他的国家。那佛陀呢，他其实是发现了人间的问题。他想找出了我们生老病死的这些问题，而佛陀呢，他出家修道。那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间的一个佛陀，而不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圣人。那因此这本书呢，它对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原来佛陀是人成的，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效法佛陀。那因此呢，这本书对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它是一个人间佛教。那其实从大师的这一本书呢，一直到师父最后的，哪怕是贫僧有话要说，或者是人间佛教佛陀本怀，我觉得师父都是一以贯之，他都是人间佛教，人间的佛陀。那因此这本书呢，我很推荐大家一定要读，是必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认识一个教主，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仰？是他的教义、他的真理，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学习呢？那这一本书就是最好的。从原点去看从那个源头去看这个佛陀的思想，就可以了解到大师为什么他会要提倡人间佛教，推动人间佛教。谢谢。远见天下事业的林天来社长我们掌声欢迎。那我们也同时也请社长来跟我们讲一讲您所读到的第一本大师的书是哪一本？那也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子的记忆？欢迎您，请。大师影响我的第一本书你们听起来看起来会很浅，叫做《星云大师演讲集》。我跟大家讲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是25岁，那我是花莲人，那我以前在铁路局修火车，那后来在花莲女中当工友，然后我在花莲女中当工友里面，第2年我做5年，第2年就被调去图书馆。那我在图书馆的时候，哇，我的作息是这样就是我下班之后回到家，就自己做饭，然后自己洗澡，你们也是嘛然后我是住在学校的宿舍，是趴在那个书桌上睡觉的。然后我就把闹钟调到11点，然后闹钟还没有响，我就起床了。我是叫闹钟起床的人，然后就背书包拿手电筒到图书馆去看书。所以图书馆有2万册的书我都看到天亮。所以我从柏拉图到苏格拉底，从孔子到苏东坡，后来就看胡适的很多书。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启发我跟我开示的人是星云大师。所以我那个时候25岁，大师大概60岁，所以我1987年读到这本书，是36年前了。我现在已经是那个时候大师的年纪了36年，25岁，所以我那个时候在1987年的时候是戒严的时代，是党禁报禁正在开放的时代。我也是一个愤怒的青年就是觉得怀才不遇，觉得什么。但是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大师是坐在我的前面跟我开示，跟我说佛法，跟我讲说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6根清净方是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所以在大师的开示里面我得到了一种安静，一种从容，一种自在，一种很大的欢喜。所以我由衷的推荐说，每一个
佛光人都一起去阅读大师的星云的演讲集，你会发现他是对着你在开示。谢谢你们，谢谢。继续哦，我们继续来邀请我们的觉具法师来跟我们分享您所读到的第一本大师的书。来，觉具法师，请。我呢，在很幸运的可以在大师的身边当了侍者20多年，但是呢，其实我跟大师的缘分很晚哦。我在18岁的时候就有信仰，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坊间听到一首歌《实修歌》，然后我还特地把它抄下来，抄在我的笔记本里面。然后每天呢，我就觉得那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精彩，我把它当作我的座右铭。可是很惭愧的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实修歌》的作者是星云大师，因为呢，那个坊间的录音带、卡带呢，它并没有介绍。那我们就天天听，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那直到因为一个因缘呢，我进了佛光山，要报考佛学院的时候，我其实当初不是要来读佛学院，我只是想说，我觉得我可以进一步，我想要到佛门里面去修行。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我觉得住在寺院里面就是修行。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师兄觉流法师说，我想要到佛光山去扫地，可以吗？然后只要给我一间房间可以住就好。然后他就带我去到山上，然后把山上的那个时候的老师呢就说：“你还这么年轻，干嘛来扫地？先来读佛学院。”于是呢，就约好第2天要考试哦，要面试。他们没有告诉我要考试，他们只说第2天要面试。那一天晚上，我就回到了小港讲堂，因为那个时候觉流法师在那边。那就在那边呢，法师就递给我一本《释迦牟尼佛传》，他说：“你晚上没有事可以看一看。”我以为他只是让我打发时间，所以我呢随便翻了一下，我都没有看。我不知道那个是考题，就直到了进去第2天考试，发现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传》呢，我是到了佛学院以后，我才开始翻阅那里面的内容呢。刚刚满谦法师已经帮我介绍了，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读这一本书，很精彩。谢谢大家。讲一讲您读到的大师第一本书，来，觉具法师请。我觉得师父给我影响的第一本书，我所读的是《星云日记》。师父把每一个人都放在他的心中，所以让我是非常感动的。但我初入佛门，师父的日记给我很大很大的提点。比如说，师父说，学佛之道在于把过去的知识以及世俗的见解，你就必须要摆在山门之外。是的，我如果带着一些我在世俗所学的，你在这里你是会打架的。所以师父叫我要把它放到外面去。那其中呢，我就讲得很快的，有4点让我们觉得要学习的。第一个要会意，一个会不会的会，意就是你要必须要知道这个在讲什么，要会意。会意之后呢，你才能够接受，才能够改变。好，第2个我们必须要应对。其实人家在问你的时候，你必须要应对。第3个，你必须要思维的贯通，而且呢，你风仪要好。第4个就是要发心主动跟要计划，所以今天你们都做到了发心主动跟计划，谢谢。第一本读到大师的书是哪一本啊？我们有请觉飞法师。今天我们大家都应该是，没有套好招，但是很巧，竟然台上有3位都是《释迦牟尼佛传》，包括我哈。那么《释迦牟尼佛传》读完之后，我很想知道那他的10大弟子，所以我就很主动，很想去知道佛陀的每一个弟子来自于每一个不同的背景跟个性，那么他们怎么样在佛法之下而折服，而能够悟道哦？我觉得这些过程，但是那个阅读对我来说，都还是属于就是属于那种轻松，没有什么责任的，就快乐读着。尤其在《释迦牟尼佛传》这本书，我刚才那个满谦法师在描述哦，其实里面有很多，包括他
应该说慈亲割爱，跟他的父王要做这样子，包括他父亲对他的儿子这样离开王宫那种亲情的难以割舍，到后来佛陀他成佛之后又回到他的这个国家来看他的父王，我觉得那种情感的描述，然后我觉得大师他在这本书里面把那个圣俗之间，就是我们讲说凡与不凡呢，我们平凡的跟这个出世间的那种情感，他非常到位的把一个已经成佛的觉者、觉悟者他后来怎么回过来去看待他的父亲，他看待他的耶输陀罗那些过程，其实描述的非常到位我觉得他不是把佛神格化了，他反而是把佛带到面对人间的那种情，他是怎么样的去超越，然后重新的让他的家人他就是父亲也好，他的这耶输陀罗最后觉得我要跟着佛陀你学佛，而且甚至出家那个耶输陀罗，其实那个故事都让我蛮深刻。十大弟子传这些都非常的让我非常的深刻。当然，你如果今天问我我会还是郑重推荐这个佛光教科书因为这是大师当时我推动读书会，师父说送你1000套的教科书就我不得不去下功夫，这10本这套书怎么来运用总之，读书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谢谢你们。南坚法师，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在我们大师的全集当中，帮我们列举几本您个人觉得不读不可的好书，非要读这几本好书然后分别告诉我们这其中的理由，好吗？我们有请满谦法师。好谢谢主持人。大家有读过《佛法真义》？那大师呢，他有说，他觉得395册里面，他真正从他这个直唱本怀的这一个呢，是佛法真义。那佛法真义为什么他要把它放在这个经义类里面呢？因为它很重要，是人间佛教的一个本体。也就是说，它的内容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知道，而且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所以大师呢，他在佛法真义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他自己所讲的那所以大师呢，他觉得一般人讲苦，他觉得佛法是欢喜，不是悲苦的，它是很阳光的，不是阴沉的，而且是结缘的，也不是结怨的那当然是来报恩的，是来奉献的，是自由的那这个是呢，大师他在佛法真义里面，他告诉我们，也就是他从体会佛陀的本怀里面呢，他体会到，所以他要把这一个呢，来为我们每一个人写出一个生命的一个导航那第二本我特别推荐大家看的就是佛教的管理学。那这个管理学里面呢，是内容是非常多。那我们知道最会管理的人是谁？大师，对不对？那大师因为他接触了万种人，做了万种事，他把理论跟实务呢，其实结集在一起之后，那大师呢，他就写了这个佛教的管理学。大家知道几册吧？5册，对不对？那就有人问大师说：“你的管理学最高的管理学是什么？”大师说：“不管。”不管就是最好的管理，也就是要自我管理。所以大师每次在皈依的时候，都叫我们要大声念出“我是佛”。所以呢，大师希望我们自己要自我管理。那我自我管理，我就能够用佛心来成就，来利益别人那因此呢，整个佛教管理学其实都是要解决人的问题。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这个佛教管理学，做好自我管理那第3本呢，我要推荐大家看的是经义类的佛经表解。那为什么这个经义类里面有般若心经金刚经维摩诘经，可是我特别把这一本拿出来，我相信有的人不会去看。那因为我去读佛经表解，包括我自己在做，希望给信徒更加了解的时候，我才发现一部经，尤其越大部头越难让大家了解，更难懂。那我是从佛经表解里面，我看到了师父他其实对3藏12部非常扎实，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做出来，因此它的结构非常的完整。那如果你不了解这部经，你读这部经的时候，你回头去看这个佛经表解，你就很容易懂了那同时我要跟大家建议，就是
这个经义类里面的《维摩诘经》，大家要不要去看呐？要哈，因为大师说，信佛、学佛、行佛的人，通通都是维摩诘。好，既然我们都是维摩诘的话，那我们在人间修行，我们要很欢喜的修行，所以我们都要来奉行这个教理教义。因此，大师说，我们都是维摩诘哈。第4本我要推荐大家看的是论丛类的《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那我们从《释迦牟尼佛传》哈，我们看到佛陀他当时是向社会在革命，其实他也向自己向心内在革命。那佛陀出生、成道、修行，全部都在人间。如果你去对照释迦牟尼佛传，你就会发现到师父的初心一以贯之，都是人间佛教哦。所以我们透过人间佛教佛陀本怀，是大师他透过了佛陀的教法，他相信人成即佛成，他去实践，甚至他自己去体证到了，所以他把这个思想结集成册。因此呢，人间佛教佛陀本怀是我觉得非看不可的哈。好，那下面一部呢，我要推荐大家看的，就我不是假搞的和尚。那大师说，佛教靠我，不要我靠这个佛教，成为师父的一盏明灯。所以他发愿给人，一生要给人。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我读《华严经》的十地品，我才发现，原来菩萨的修行，第一个就是给，从布施波罗蜜开始，一直都是给，到你完成都是在给。完成之后呢，你正入到了实地呢，你照样都还是在给。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大师为什么他说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从头到尾这个《华严经》都在讲不忘初心，就是你要发菩提心，成为一个菩萨。而菩萨的修行，首要的就是要发心哈。好，那这一本书大家也都有在读，那是从师父呢，他从成长、信仰、发心、弘法、正道呢，他10篇的文章去组成大师呢近100年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哈。所以这个高教授说啊，给是初心啊，他不拘形式，而且也没有终点。所以大师所有的事业都是给来的，给就能够舍，舍就能够得哈。好，第6本书呢，我要推荐大家看的是教科书《往事百语》。这本书也大家都有在读，我就不特别讲。那接下来就是呢，贫僧有话要说。我们看贫僧有话要说，是为了什么事情呢？事件，对不对？大师是不是觉得我一定要出来讲话，我要护教？大师就是这样子开始说了，好了，就开始写了。写了之后呢，当然有的人会有一些的意见啊。有的弟子就跟大师说：“师父，你不要再写了，大家都在那边骂哈，在那边。”大师呢继续写，没关系，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40说，每一说都很精彩，对不对？为什么大师有话要说啊？师父从年轻开始就是一个愤青啊，他对社会有很多的觉得宗教要改革，觉得社会有一些需要进化的。第7本我建议的是献给旅行者365日。365日的这一本书，那这个也是呢教科书类的，我也建议大家要看。再来就是刚刚天来讲的星云大师讲演集，我自己觉得我很受益。那我自己也是一直不断反复，不是读1遍哈，1遍10遍一直都在读哈。那再来第9个，我会建议的是讲演集里面的当代人心的思潮。佛光会员是不是每一年有大会主题？好，都有大会主题，从过去的尊重与包容、欢喜与融合、平等与和平。各位，当我走到国际去弘法，我就发现到师父的这些思想是多么恢宏，多么样的开阔。所以，这个当代人心的思潮是师父整个思想的一个高点，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读的哈。那第10类的文丛类呢，我要跟各位说，无声息的歌唱是师父呢他写的第1本的文学创作，所以你看他把大庆木鱼啦，他通通写成文章。那物语在日文是小说或者故事，他也就是用这种物的口气，然后他站在这个立场来讲话，代替他讲话。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些物语，其实师父是当时针对佛教界的一些弊病，他在针砭时事哈。那下一本呢，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云水楼十语》，今天我特别介绍这一本哈。那《云水楼十语》是在第5类的文丛类。
这个里面有小说、童话、散文杂文。那因为呢，师父呢当时对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时期，他写的就是不合理的、权威的、传统，他要挑战的，他就把它写出来哈。所以我们看得到呢，当时的佛教这个社会对佛教不友善，师父呢他就提出争辩，他有建议，甚至师父都会当头棒喝哈。跟大家分享，大家一定要去看哦。哇，太精彩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来请问我们远见天下事业的我们林天来林社长哦，我们请问您哦，在您所处的这个天下远见这个杂志这么样子，在台湾属于首屈一指的这个文化出版界哦，您怎么样子来看待我们大师以一位出家和尚来推动全民阅读的这件事？据说啊，您对受到大师的著作的影响也很深哦。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您来分享您是怎么样子与大师的法身相遇的这个故事？我们有请天来社长。我觉得我退休之后，我只要发愿读星云大师的书，我大概就读不完了。那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读书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把读那个书的时候要用心读啦。你用心读之后，你看以大师的书它变成你的思想，变成你的行为，变成你的做人做事的一种态度。这样子的读书，我觉得就融入在心里面就很重要。那第二个，我刚才讲说，我在1987年的时候读星云大师的讲演集，其实在那一年同一个时间呢，有另外一本书也影响我很大，是天下文化出的一本书叫《乐在工作》。然后出完这本书之后，天下文化就办一个全国的征文比赛。那我很不小心的或很幸运的就得到这个征文比赛的第1名。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当工友嘛，那高教授刚好在花莲演讲去看我，他就说有一天，因为他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吃早餐，他就说有一天呢，如果你要到台北来工作，他说我听你讲话看起来不太像工友，很像一个老师。那有一天如果你要到台北来工作，可以到我们公司来。所以我是1989年，就是35年前，我就到我们天下文化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从仓库管理员开始做，那大概过了大概12年、13年，我40岁的时候，我就当我们天下文化跟我们事业群的总经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幸运哦。我觉得是读书改变我的一生。所以我看到今天这样的场景啊，你们每一位都穿着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这种服装，然后领着这个书跟那个手提袋都这么样的精致，是我非常感动跟向往。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同样那个年，如果星云大师的讲演集也办征文比赛，我也参加的话，我可能会去读佛学院有些时候人生就是在那个一念之间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做出版，就有可能会出家它其实很接近的。那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就是1989年，就35年前，当我来台北工作的时候，我是睡在仓库仓库是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没有冷气，甚至没有床都洗冷水。那我在那里住，那当然后来真的就很幸运其实是高教授的提拔。那我要讲的这个意思是说，我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在天下文化可以出版星云大师的著作。那我见到星云大师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从历史上走出来的，从书上走出来的人，这样，那个是很震撼跟很惊喜的。那我抽离来讲，就是说，星云大师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他早都应该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早都应该得到。作为我们一个出版工作者来讲，他早也应该得到诺贝尔的文学奖，不是吗？他出的书，你看过哪一个人历史上的人物，当代的历史的古今中外的，他一生可以写几千万字，
你有看过吗？没有看过。那我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觉得他是一个大的思想家、大的教育家、大作家。那书对他的影响，你说星云大师的佛光山是写出来的，是给出来的，在这些他靠这些书的版税，他靠他的一笔字，他是这样点点滴滴做出来的。所以书对他的影响，跟他对书愿意说在20年前请指派觉培法师成立今天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读书会，来举办这样的全民的博览会。我觉得他现在一定在天上看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博览会，我们应该给大师一个掌声，感谢他。他对书对他的影响改变他的一生，因为他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毕业证书，然后他推广人间佛教读书会也好，饮水书车也好，他在佛光山举办这种国际的图书博览会，这个都是超越了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所以非常了不起。就是说，以娟娟刚才问我那个问题说，当我在天下文化做出版工作的时候，我最兴奋、最感动的就是出版大师的书，超过30多种书，其中第一本就是《传灯》。我最记得在1994年出版《传灯》的时候哦，佛光山刚好30周年，然后大师在那一年，我们在编书是在农历年，在农历年的时候，他请侍者送了2万册的买这个书的这个钱到我们公司，那个书还在编哦，还没有印哦。然后他担心我们的年终奖金发不出来，我觉得大师真的是，就是他有那种很高度的同理心，在想我们一个出版公司，因为他做过出版工作，他办过杂志，他出过书，他甚至担心我们年终奖金发不出来，然后先预付还在编辑的这个2万册的书，然后他举办了，那个时候也举办征文比赛哦，第1名的是大陆的一个老师得奖，然后大师这个书啊，在那个时候，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全部都在排行榜上面，长达1整年哦。然后他第一次的版税，我们付给他的版税是超过100万台币，他整个都捐给花莲。我听说今天读书会也有从花莲来的。他当时在30几年前，1994应该是30年前，就是把第100万的版税捐给花莲的基督教门诺医院。他是一个跨宗教的。所以，我自己身为一个花莲人，他把这个版税29年前嘛，30年前，1994嘛，把100万的版税捐到花莲，那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在那个年代。那我总是觉得说，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在见到大师的时候，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思想，在他的行为，他是超越这个时空的人啊。那刚才主持人跟满谦法师都提到高教授，我看高教授每次跟大师在一起哈，我觉得他们是累生累世的这个情感，他们在智慧、在品格、在国际观、在华人世界对两岸和平的看法是非常有共识的。高教授是发自内心的对大师的追随、尊敬，我们发行人也是大师的弟子哦，所以你就想说，一个在国际上或者是学术界上这么知名的学者专家，他没有为经济学家写过一本传记，但是他为星云大师写过一本书叫《星云之道》，所以这也是我们事业群对星云大师的尊敬。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跟佛光山大师一起创办一个论坛。现在目前就是说有暂停这几年，他带的时候叫做星云大师的世界人文论坛，就星云人文论坛。那我们举办的都是请像大数据专家，在欧洲的权威就是迈尔辛伯格，像哈佛的终身的教授叫傅高义教授，然后像莫言得诺贝尔奖，像余秋雨老师到台湾来，然后在佛陀纪念馆办2000人的这种论坛，世界级的。那我每次很感动，就是说，星云大师坐着轮椅，身体并不是很方便，他竟然亲自到高铁站去接这些重要的讲师。
所以他对于知识、对学者，他是从心里面的一种尊敬哦。那我自己这几年对大师我都把大师的书放在我的花莲的家、台北的家、我的办公室、我的床头。我几年前还特别到山上去申请了一幅大师的字，就一直挂在我的那个办公室，叫做收放自如。我觉得大师看着他的字，就想到他这一生，我自己很幸运，我的母亲跟大师是同年哈，现在还在花莲。如果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我就陪着妈妈到晚餐，我才会回到台北。那今天很荣幸，那个觉培法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说，我在京剧里看到的大师，我很幸运的有机会接近他，阅读他的书，然后他是一生指引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我说我在花莲女中当工友那个时候，读他的书，他对我的开示，就他给我一种力量，一个方向，一种坚持或者一种态度，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谦逊、真诚、成人之美。所以大师真的是一个大学问家，也是一个大君子。我们聆听或者是阅读他的著作，一定要向他学习，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天来社长。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请问我们的觉具法师。我们要特别来介绍觉具法师，大家知道吗？我们觉具法师现在是佛光山的开山寮的监事。那么他呢，在大师的身边哦，就是照顾大师，尤其是大师病后，这么近距离的照顾大师，我们可想而知哦，我们有好多可以透过觉具法师的眼睛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照顾大师的这段时间哦，我们特别想要听一听说大师他一生热爱阅读，我们也知道他在他的生活圈里面始终离不开好书。那么他老人家眼睛看不到之后，当然也透过弟子们念书给他听。所以我们很好奇哦，大师都写了这么多的书，那么他平时读书都是读哪些书哦？我们掌声有请觉具法师。大师平时都读什么书？什么书都读。那在大师呢晚年，因为视力的关系，他渐渐的没有办法自己阅读以后，大师所有的阅读都必须要靠我们身旁的弟子来为他服务。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法堂，无论是谁，可能刚好这个时候师父要看桌上的文件、报章杂志，然后报纸各类的书籍，看到谁就念。但我一直觉得呢，师父很了不起，因为其实每一个弟子的发音都不一定，都不一样，然后呢，口齿也不一定清晰。但是大师呢，就要忍受我们不一样的弟子的不同的声调，然后而且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哦，因为经常就是师父说，来念今天的报纸给我听，我们就要很快速的翻报纸，要念头条，然后呢，要赶快把这一条的内容的重点摘要而已。然后杂志呢，经常大师的桌上都会有每一期的杂志，各种杂志都会摆在大师桌上，大师就会说，来读杂志给我听，我们就只能念摘要，那个吸收要很快，要赶快看重点啊，要不然就让师父在那一直空坐空等哦。那我印象呢非常深刻的是，尤其是晚上的时间，因为大师晚上经常整个晚上呢，可以说大师的睡眠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晚上呢，大师的睡眠有时候呢就是15分钟、30分钟就一定会醒过来。醒过来的师父呢，其实他要很久的时间才会睡得着。那在睡不着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会读书给他听。那我最高纪录呢，一个晚上可以读2本书，把2本书读完给大师听哦，读到我说。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刚开始没有经验，
刚开始读书给师父听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有辛苦，因为经常大家都知道大师喜欢读书，所以呢，弟子们也很喜欢送书、买书给师父，尤其是觉培法师在读书会呢，经常有回来山上就带着最近新出版的各界流行的书，那些书其实有的不是这么容易读，我们要读给师父听的时候，有的不容易读，师父就说你可不可以口语化一点？你不要照着念嘛，你读书要像人讲话这样子，要自然一点。然后我们就有的还是倒装句，他先讲了这一句话，然后呢后面才这个人这么说。然后师父说你不要跟着这样念啊，你要把那个人物先讲，这个人说了哪一句话，所以我还要看一下，那一个人呢就说了这一句话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是很多的考验。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虽然是考验，但是呢最受折磨的就是大师了，因为经常我们觉得呢，我们其实是希望念书呢读给师父听，读着读着师父可以睡着，可以让他好好的休息。但是呢我就觉得读着读着呢对师父来说是一种折磨他可能读到最后呢越听越有精神，因为睡不着太辛苦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在读书呢，每一次大师在开山聊，那我们读书给他听呢，旁边也会有其他的弟子在。那这些弟子呢，并不一定这么专心的像大家一样安安静静的听我念书给师父听，他们就在旁边聊天，然后聊得很大声，声音甚至超过我的音量，我就读到起烦恼了。我就想说，到底是师父听还是你们聊天呢？那我就心里默默的想，师父怎么都不会生气，师父的心量真的很大哦。他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然后我就生了一肚子的闷气，边生气边读书给师父听。但是呢，第二天师父呢，通常就会鼓励我。他的不动声色的呢，跟长老见面，跟徒众见面，他就说：“昨天啊，我听觉具读了一本书给我听，它里面讲了什么？哇，师父大家都有听过，师父讲故事，讲得之精彩，我都觉得很惭愧。我竟然呢，我读并没有读得这么生动，但是师父就把它描述得很生动，让我觉得师父一生呢，他就用他的身教在教育着我们。”如何呢？在这些人我应对当中去学习这个佛法。那我刚刚说，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哪一本书呢？对我的影响最大哦。我要跟大家说，在2008年，我还有记录3月11号那一天。那一天呢，一个午后，师父说来读点什么来听，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桌上呢有一本新书。途中刚刚送来的，叫做《十字架上的校长张敏之夫人回忆录》。这个呢，张敏之校长呢是在国共内战民国38年1949年的时候，带着山东烟海的联合8个中学到澎湖来避难。但是呢，他到了澎湖了以后呢，被以匪谍的罪名呢，结果被枪决了。当时有好多的师生，100多名师生跟着一起被枪决了。那这个呢，就变成很历史上很悲怆的一个白色恐怖很有名的一个713事件哦，澎湖事件。那这一本书呢，它其实就描述，就是记者来采访张敏之校长的夫人王培武女士，那她来回忆，在讲这一段历史过程。然后我就念给师父听呢，就从头开始念到一半还没有念完，我就发现师父怎么精神这么好，都没有想睡觉。师父就说我们暂停一下，先不要读。他说我听了很累很辛苦。我就问师父怎么了吗？师父你不舒服吗？还是我们就先暂停，让你好好的睡觉？那师父就说不是这样子。他说呢，这一本书的内容呢，让我回到了那个白色恐怖的那个年代。
他听了太痛苦了，他觉得，其实大家呢应该很少听大师在回忆那一段他很艰辛的那个战火的那个岁月。师父他不是说吗？他生于什么忧患，长于困难，喜悦一生。大师的一生呢，其实不是讲的像他讲的这样轻描淡写而已。在他的一生当中，经过的那个几次的枪林弹雨，几次的就是被抓去，就是那种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那种呢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未来，不知道还有没有理想抱负可以过活的那个时代，在那种背景之下。你就知道大师为什么他一直致力于两岸和平的这个工作，因为他自己亲身经过。然后那一天就本来是我念书给大师听，后来就变成师父讲故事给我听，他就开始讲他的那一段。他从怎样子呢？又一下子被国民党抓，一下子又被共产党抓，一下又被这个抓。他就是几次的坐牢经验了，莫名其妙的人生就一直莫名其妙的一直被抓，一直一直坐牢。那大师就讲了那一段岁月呢，我为什么那一本书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在那个时候，师父呢不断的在联合报发表文章。那一天呢的前一天，刚好大师发表了一篇巨灵宫投票的重要性。那每一次大师要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其实呢我们都胆战心惊的。包括我刚刚就跟觉培法师说，其实我一直很敬佩呢他们第一线的师兄，尤其是我们人间福报的社长，还有都监院的院长，他们都要面对第一线的那些记者媒体的访问。我相信所有的佛教徒都不一定能够了解，为什么师父要一直参与这些政治的议题，甚至于包括佛光山的徒众都不一定能够认识到这么深刻。我想呢，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大师的身边担任他的侍者，那跟随着师父，然后听他口述这一段历史，然后看到师父那种每一次呢，他对外发表文章以后，就被所有的媒体攻击、毁谤，然后批评，然后说师父的种种的，我们就觉得师父你何苦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都觉得师父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呢，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是从我那一天我读了那一本书给师父听之后，我就很深的感受，我就写了一篇感想。然后呢，那一天我就觉得，我就说师父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样子，坚持不为个人的荣誉荣辱被大家批评，他也要舍我其谁，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那一份精神。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后来写造无任写的种种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那种背后的那个精神，其实就只有2个字：慈悲。大师其实只是为了传达这个慈悲的概念，他希望两岸能够和平，他希望人民能够幸福安乐，希望没有战火。因为呢，我们炒作的那些议题只会让人民深陷于水火之中，而大师自己从这种战乱当中一路走过来，他深深知道，在那样子的时代，在那样子的岁月当中，那种辛苦啊，就是你看不到未来的那个，他不忍心，但他觉得，如果他今天可以借由他一个发言，可以影响，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可以改变这个紧绷的现象，他愿意努力，他愿意付出。所以呢，那这一本书呢，那也是因为我在跟大师读给大师听的时候呢，我才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哦，就是去了解到师父背后的那一份用心良苦哦。师父在很多的文章里面哦，其实大家可以
认真的去看，无论是他的文虫类，或者是他的很多的演讲集，其实大师呢，他的面面俱到，他希望在不同的面向，能够给予我们生活当中有不同的提点，尤其是对很多敏感的问题，像在人间佛教当代问题探讨里面，有很多呢，就是大家不敢谈的问题，但是师父都会很勇敢的来谈论，让大家知道这个见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面对。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面对这样子社会上非常敏感的问题？那要做一个勇者，就是做一个有智慧的勇者。我们读书呢，就是让我们有智慧；读书就是让自己有力量，变一个勇敢的人。让我们跟大师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我们谢谢觉居法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我们的觉居法师哦。觉居法师，请你再跟我们多讲讲哦。您刚才第一开始是说大师的这个日记啊，给您的这个勇敢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再跟我们多谈谈大师的哪些著作也对您有深刻的影响？我们有请觉居法师。谢谢，很认真的读这个师父的这个演讲集。然后在演讲集当中，我发觉师父实在是非常厉害，所以现在什么这种结构式的讲说，它的起承转合，然后它的这种条理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第四点是什么？而且不是只有这样，在每一个点的当下，师父都是有故事的。那信徒就是最喜欢的，就是听故事啊。所以我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默默的就开始建构自己，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在这读的当中呢，其实给我最大的就是我改变我自己，因为这个师父的这个演讲集当中呢，有一个地方就是对命运的看法。其实我有跟很多人分享过，我还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还有这个对很多的命运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再加上呢，我妈妈跟我都很喜欢算命，所以因为我对我自己呢很迷茫。那当了看了师父对命运的看法之后呢，我就会觉得，原来其实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师父的这种演讲集，建构我非常多的观念，让我有正确的观念，让我知道我的人生该怎么走。因为师父说，一个观念就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还有一本书，其实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是被很多的力量是控制我们命运的一个力量。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习惯啊。各位，我们现在有没有觉得我已经被我这个习惯所控制命运了？为什么醒来的时候是滑手机，任何的时候就滑手机？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就是滑手机啊？如果你把这个滑手机改成念书，那绝对是不同。因为当你开始在看这个读书是片段的时候，你的脑筋的发展就是片段，就是片段，就是片段。就像是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但是因为你可以深刻的思考，所以你就可以圈下来，就变成一个图案。可是因为我们滑手机，它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你的思考是没有办法的。还有更恐怖的是什么？更恐怖的是你读书读不下了。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因为你滑手机滑太多了，你都只有能够短文而已。所以我们是会被这些的习惯控制的，还有权力，还有刚刚讲的业力也是控制我们的命运啊。师父最后呢就告诉我们，改变命运的方法就是观念啊。读书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观念，信仰。大师之所以会这么勇敢，就是因为他有信仰，他慈悲，他关心大众，所以他非常的坚毅。那么还有结缘，刚刚有讲到结缘这也是可以改变你们生命的。总归是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手上。我觉得各位你们已经接近这种命运的改变的一个起点。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掌控我们自己的命运，绝对是在我们手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觉居法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请我们觉培法师哦。我们觉培法师，请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从星云大师带着您成立读书会，一路走到现在，您觉得推动全民阅读给了佛教什么样的改变，又给了我们佛教徒什么样的影响？而您对未来这样的展望又是什么？我们有请我们觉培法师。我把画面带到师父圆寂的那一天早上，有幸的跟庄师父、空师父到医院去看师父最后一眼。我最后那一刻忍不住给师父深深的顶礼。我感谢大师把我从国外捡回来，我感谢大师把佛教带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让我们很多人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教，或者是不知道佛法的可贵，能够有机会能够遇见。我感谢大师能够让我有机会，因为读书会，因为佛光会，真正的更深刻的理解佛法对一个人生命的重要。所以我顶礼后，最后给师父的一个承诺，我说：师父你放心，我一定会继续带着大家读着你的著作，我一定要带着大家一起实践你的人间佛教。刚才呢，听到像觉居法师在讲，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没有学佛前，我们多大的烦恼，每天层出不穷，要面对生活、人我之间这个残酷的社会，乃至于充满了惊慌、恐惧，对生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死往哪里去。我深深感觉到人们活在一个无知的那种无底的深渊。所以我想起当师父那时候说要做读书会的时候，我那时候很纳闷，为什么要会？读书不是自己的事吗？可是在那个时候的第一阶段的我，在承担读书会，在我心中只是一个任务，只是一个星云大师要我推动的任务。那个任务是对师父、对常住的一份责任。可是慢慢的我走入了佛光会，我甚至更有近距离的在一个道场，每天听着这个信徒家里的事，夫妻的困难，甚至呢面对这个社会的这种转变，有的家里遇到一个灾难，有的孩子去交了坏朋友，在家里当中呢给父母非常痛苦的不知如何面对的一些难题。我后来感觉到，怎么能不要读书会呢？那个会有多重要？我们现在人们多么的孤独啊！这个社会多么的冷漠啊！我们如果今天透过一本好书，我们怎么能不大家相聚，把你所看到的、你所体会过的、你学佛后的、你的改变，跟更多人分享？那个会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何其重要！所以我突然感觉到，我现在重新，我必须说，师父，我真是谢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有读书会。然后师父当时也许对我来说是很抽象的一句话，你把佛光会员变成读书人，把读书会员变成佛光人。那时候第一阶段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佛光会员热情，那种打从心里头就喜欢跟别人结缘服务。但是呢，佛光会员跟我说啊，那最早期啦哈，他说哎，你莫叫我读书，我大摆吼看到书我个度孤安呢吼。可是我叫读书会员去成为佛光会员有困难，他们喜欢安静，他们喜欢思考，他们喜欢静态，
他们不喜欢跟很多人在一起，他不喜欢去忙，他觉得人应该把时间空出来阅读。可是我突然发现，解门跟行门的两种极端都应该要融合，因为佛光会员有了读书，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不是符合佛法，是不是走向正确的方式跟正确的思维、正确的观念，带领着我们正确的方法。所以这个人生的道路要走得正，不能没有正确的思考，没有那个正性在我们的心里头。同样的，如果我只有读书，我没有实践，我以为我多么的有智慧，可是发现跟人在一起不堪一击。原来我是这么样的懦弱，原来我是那么样的胆怯，原来我是那么不肯承担，原来我说的所谓的慈悲那都是假的，原来我是不够的。我只有实践，我看到多少的人愿意付出，把他的时间奉献出来，愿意到厨房里面去煮一餐给大家吃的那种供养，是走出来，是实践出来的。原来他们做得到，我却做不到，跟他们相比之下，我何其渺小。所以我突然感觉到，原来师父那个理想，他让每一个读书人是可以实践的，成为佛光会的佛光山的义工，真正的来为社会来付出。我也相信师父说的，只有真的深入经藏，我们才能智慧如海。所以问我说，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其实今天一整天，我好想告诉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家庭，没有比书香传家来的重要，没有比把自己家打造成一个书香世家来的珍贵。我们怎么能不让自己家里有一套全集呢？你今天真的是就这个柜子，这一个柜子有满满人生的智慧在这里面，有满满的跟你的孩子、婆媳之间的相处，跟你亲子之间治家之道，甚至你怎么能不从里面去找到，哪怕你随便翻，你都会发现到今天的烦恼，你又找到了答案。你以后可以跟你的家人说，人生有无穷无尽的烦恼，爸爸妈妈没有办法陪着你们一辈子，但是这一座智慧是唯一我能够给你的，因为所有的智慧都在这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加油，谢谢。谢谢觉培法师。今天台上的5位贵宾跟我们用最简短的形容您对浩瀚星云的诠释，我们是不是也恭请我们满谦法师先为我们来发表？这个师父呢，师父是智慧如星辰啊，生命是云水，浩瀚星云，法身无边呐，同愿同行，同道同愿同心，同道同行。这个事呢，我觉得就是总结师父的一生，他浩瀚星云，星云浩瀚。我想我们大家就像这样子来跟随着师父来学习，以我是佛的精神，不但学佛，我们还要行佛；不但行佛，我们还要把佛法呢把它传遍到全世界去。所以我想，浩瀚星云，法身无边，同愿同心，同道同行。我们大家一起来实践人间佛教。谢谢。我是非常荣幸今天跟4位法师同台我在这一本书最近一直放在我身边读的这个星云大师的身教跟言教，他们4位的故事都在这个书里面诠释，让我非常感动。今天可以跟他们同台。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创办人高教授他对星云大师这么尊敬，所以他最近一直讲了好几次说，他还要再请购这个星云大师的全集2套，因为大师这个全集就是里面就是和平。我们高教授在30几年前他就说过一个新读书主义，我跟大家附送给大家听他就说，你自己再忙也要读书，你的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你的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当你有任何疑惑的时候，或者是挫折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不仅要读星云大师的全集，我觉得你们像我一样哦，印一份哦，我跟大家讲哦，我印了好几份哦，就是星云大师的这个10年前写的，叫做他的真情的告白，好，这个字是你值得你一读再读，我大概可能读100遍了啦，哦，看看你们会读几遍。这个是就在我昨天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啊，我就看到这个我很尊敬的一个卡尔萨根这个天文学家，他讲的这一段话，我觉得应该要这个是在指我们跟大师的关系哈。他说，在广阔的天空和无限的时间中，能与你共享同一个行星和同一个时光，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们感恩跟尊敬星云大师，谢谢大家。我深深的觉得，身为佛光人真的很幸福。在2月5号之前，我们有大师；在2月5号之后，我们还是一样有大师。在这395册大师为我们留下来的法身舍利当中，我觉得它无量无边，就像是一套大藏经一样，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命当中的资粮。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了困惑、有了烦恼的时候，随便拿出一本，它都可以给我们无边、无量、无边的勇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师的精神哦。我推荐大家呢，在这全集里面呢，去翻一翻大师全集里面的书法类。在大师的这些书法类里面呢，395册当中有31册的书法，这些都是大师在89岁、90岁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高龄，大家想想看，我们家中的长辈90岁都在做什么？而我们的大师90岁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90岁的时候，他还为了他希望他的那些毛笔字呢，能够更多元化，所以他写出了很多大量的人生格言。那大师经常说：“不要看我的字，请看我的心。”他的心在哪里？就在他的这些字里行间哦。大师说：“他说我只有在写字的时候，我才感觉自己还活在人间。”这句话我们听了，其实心中都在淌血。一个90岁的大师，在全身疾病的这个状况之下，他用来降服自己色身上的虚弱，降服自己色身上的病痛，他的方法，他是用精进，他是用为人间留下更多宝贵的智慧。他的那一句话，我终身都忘不掉哦。就是每当我自己懈怠的时候，每当我自己起烦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师父讲的这一句话。我用这一句话来共勉，来勉励大家。谢谢大家。其实师父呢，就像是天空当中的最亮的那颗星。还没有在遇到大师之前，我自己非常的没有自信，我也不会读书，我说了一些什么都不会。但是因为遇见了星云大师，我的生命从此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佛光人应该也有跟我同样的这种感受。所以要说的是，我心中有盏灯，生命大不同。后面是要跟师父说的，弘法路上我遇难不惊。就让我们佛光人，每一个佛光人向前有路。谢谢。过去我们常说华严世界重重无尽，我那时候听不懂，怎么样一个重重无尽？怎么样一个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我很感谢星云大师的浩瀚，让我重新去审思，确确实实理无碍。星云大师把佛法用很浅显，让我们能够明白，融会贯通的，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实践。所以理无碍才能够去开展事无碍。真的实践之后，有碰撞，有跌倒，有困难，回过来
再去审思我们的理的通达，不断的来回，理事无碍，最后才能够真正到事事无碍。我想这个浩瀚是重重叠叠，是在我们的十法界的这个浩瀚里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成就这个所谓的成佛之道路上，我们都很庆幸遇到一个这样浩瀚星云的大师。谢谢。谢谢，我们再一次列掌声来谢谢我们今天台上的语坛的贵宾，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